最近梅根王妃和哈里王子请吃瓜，你们都吃了吗？他俩接受奥普拉采访时爆料皇室种族歧视、操纵是非，甚至导致他抑郁自杀等种种大瓜。有人都担心他们要动摇英国君主制了。看了他们的采访之后，我特意回去重新看了1995年戴安娜王妃的 BBC 采访。戴安娜可以说是全民偶像，她的品味一直被时尚圈称为高级的范本。至于她的儿媳妇梅根王妃，大家都知道她非常仰慕戴安娜，所以多次在公共场合穿着和戴安娜极为相似的服装向她的偶像致敬。对比一下他俩的穿着，打一成语。你觉得戴安娜的高级感梅根抄到了吗？本片结尾我们会分析他俩的穿着到底有什么不同。这里是天才女友，我是在穿衣这件事上走了10多年弯路，30岁才理解高级感是怎么回事的天才 G。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迷之话题：如何穿出高级感？贵意味着高级吗？不一定。这是网飞最新出的一部炫富热剧，叫《Bling Empire》，讲的是洛杉矶顶豪亚裔的生活。里面的穿着，你们觉得高级吗？有设计感意味着高级吗？好像也不一定。我们在国际时装周上常常看到这种秀，你觉得高级吗？有品质意味着高级吗？好像也不一定。我之前介绍过的美剧《继承》中，女婿 Tom 的穿着全是高品质大牌，但好像也没那么高级。这不是一篇凡尔赛穿衣指南，也不涉及任何穿衣鄙视链。我想用我在时尚圈工作多年的经历，以我自己花10年穿衣走过的坑，来跟大家聊聊如何避免花了很多钱却穿不出高级感，以及如果你没有钱，如何穿出高级感。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结尾我们聊高级的本质。我们先说说如何避免花了钱却穿不出高级感吧。比如前面真人秀中的洛杉矶亚裔，穿的每件衣服都至少上5位数，为什么看着还是不太高级呢？比较一下，同样是讲顶豪亚洲人的故事，2年前的票房大满贯影片 Crazy Rich Asians 疯有钱的亚洲人，你觉得里面饰演富家太太的杨紫琼，她的穿着是不是看上去高级很多？同样是不差钱的主，为什么高级感差这么多呢？说说我自己在穿衣这件事上踩过的坑吧。虽然因为做这行让我知道构建胶囊衣橱是终极捷径，但30岁前我的手仿佛被一种奇怪的力量控制了，它让我买了很多花里胡哨的衣服，有高阶也有大牌，最终导致我需要费半天劲儿才能把它们搭在一起，结果还会被同事以及家人说你是怎么穿的这么怪。结果有一次我穿了一件从某高阶店铺中买的类似这样的一件男士套头衫，结果获得了从巴黎来的骨子里一直透着傲娇劲儿的法国总监的称赞，穿的高级。那一刻我才领悟，原来高级就是穿男装。你们有没有过穿男装感觉很好的经历？男生也可以分享下穿女装感觉好的经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无论去高阶还是设计师店铺中，一眼望去，男装区总是比女装区要高级。这也导致我常常掉进男装的坑里，尤其是套头针织衫和运动裤，我总是更愿意去男装去挑，因为往往质感更好。比如我在天猫上看到的 Hugo Boss 的这一系列男士西装，质感和版型都很高级，这种修身的款式属于男女通吃型。女孩们如果想知道怎么驾驭男装，下次我穿给你们看。还有这个和保时捷联名的系列我也很种草，尤其是这个运动夹克，纯黑中的这点蓝非常高级，当然也可能是边上的保时捷给我带来的错觉。有和我一样喜欢逛男装区的女同学吗？弹幕里举个手。那么为什么男装更容易给人高级感？我觉得因为女装价格没有天花板，各种花里胡哨的装饰可以把价格拉出天际，而太多的装饰反而不容易有高级感，所以女生更容易花很多冤枉钱却穿不出高级感。而男装一般会把更多的成本花在面料和版型上，1分钱1分货，所以同等价位下，男装常常会显得更高级。再加上男装常常被女生穿得比男生还帅，这也让它成了一种高级的女装潮流。比如时尚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时尚偶像都爱穿男装，或者说中性装。比如时尚史上最爱中性装打扮的 Bianca Jagger， 穿西装去蹦迪，穿西装庆祝生日，穿西装带女儿打酱油，连在自己的婚礼上也穿西装。同样爱穿中性装的还有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她几乎可以和贝克汉姆共享半个衣橱了。另外还有好几位时装偶像也是男装的死忠粉，美国女演员 Angelica Houston、Jodie Foster、Kate Blanchett、Angelina Jolie， 法国女主编 Emmanuelle Al、Johnny Depp 前女友 Winona Ryder。如果想看更多女公子的穿着，下次给你们个机会，单开视频讲，想听的弹幕扣1。看到这儿你可能要说，这是因为她们本身够美，所以穿什么都高级。结尾给你们举个反例，这个反例绝对不算世俗意义上好看的，而且和时尚八竿子打不着，但就是被大家公认为高级。花了钱却穿不出高级感的原因，除了把钱扔进了花里胡哨的装饰中去以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穿不出高级感，那就是太用力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越用力越难穿出高级感。为什么法国人随便一穿就能穿出高级感？坊间流传一句名言，叫做高级感就是人脸上欲望满足后的疲倦感。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准确的。难怪以前我追 NBA 时，我觉得全明星里最高级的球星就是麦迪，可能因为他那耷拉的眼皮营造出一种欲望满足后的疲倦感。衣服随便一穿就穿出了别人费半天劲儿也穿不出的劲儿 ，effortless chic， 看起来毫不在乎，爱谁谁。法语里有句名言特别能说明他们的高级来自哪里。L'ennui est l'expression suprême de l'indifférence。不在乎，再往高级走就是厌倦，懒得谄媚，懒得讨好，脸上只有欲望满足后的厌倦感。正是这种厌倦感，让任何人到了法国都会觉得格格不入，因为比起他们，任何人都太爱笑了，说话太响亮了，太容易兴奋了。那法国人穿衣高级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一、高级黑。去过巴黎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巴黎一到秋冬，满城尽带鸦片黑。我们以前时装周一溜跑下来，纽约有都市极简，伦敦是印花狂魔，米兰是老气横秋，一到巴黎就是一片黑色的海洋。这片黑色能让所有躁动的心都平静。法国人的高级黑，我们主要是可以参考这种单一色系营造出来的高级感，这个后面我们具体说。二、不爱高饱和度撞色。法国人穿衣很少用高饱和度，即使用亮色，他们也会选择中性色打底，一件亮色做视觉重心。经典的南法风就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热剧《Emily in Paris》被法国人称为外国人眼中的巴黎刻板印象大全，在网上被法国人吐槽吐疯了。你们比较一下剧中女主 Emily 和真法国人的穿着，你们觉得哪个更高级？巴黎人的这种中性色穿衣风格，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是从娃娃抓起的。在全世界的孩子们都穿得五颜六色时，只有法国小孩这么穿。三、除了实用，尽可能简单。法国人说 La simplicité est la sophistication suprême， 简单是最终极的高级。他们讲究好的材质，羊绒大衣和针织衫是他们的最爱，没有什么比面料的质感更重要，因为那事关他们身体的触感。除此之外，他们穿的大多数都是最简单的款式。不信我给你们看看巴黎现在街头大家都在穿什么。你看，法国人大冬天很少露大面积皮肤，保暖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大面积黑丝，但很少看到裸露的双腿。冬天街上几乎全是女穿羊绒大衣，男穿羽绒夹克。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男装和法国人的穿着中的共通点，或许能让我们对如何穿出高级感有一些新的洞见。无论是男装还是法装，好像都有以下几个共性：一、实用为王，无论什么衣服，考虑保暖蔽体以及得体是最重要的。二、装饰尽可能克制，设计都体现在版型和细节上，而不是大面积的平面装饰上。三、面料的质感很重要。四、颜色尽可能克制，倒不是说全身上下一定不能少于3种颜色，重要的是颜色之间的和谐度，这个我们下面会详细说。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男装还是法装，其实都很克制。为什么越克制的东西越容易高级？那是因为当干扰因素尽可能少，视觉尽可能聚焦之后，你的感官才能被温柔对待，你才有可能去感受那种细微的差异，并做出选择。如果你既能做到像男装那样讲究品质，又能做到像法国人那样追求简单，如果还穿不出高级感，很可能是因为最后这个原因，不懂得利用反差。今天教你一招把基本款穿出高级感的黄金法则，利用反差。记住，没有丑就没有美，没有恨就没有爱，没有诋毁就没有赞美，没有普通就没有高级。即使你全身穿高品质基本款，如果不会用小心机来制造反差，你也穿不出高级感。那如何营造反差呢？一、材质反差。天然面料都有它独有的光泽，这些光泽本身就是自然而高级的。同样是高级的光泽，不同材质的光泽感是有反差的。亮光、哑光、柔光等等，每一种光给眼睛带来的视觉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羊绒相比较羊毛来说，光泽度会更加丰盈柔和。相比较而言，真丝的光泽温润且亮，真皮的光泽肥亮，金属的光泽厚重且亮，钻石则是金刚光泽，玉石是油脂光泽。当我们将光泽亮度不同的材质进行叠加，就可以构建出这种反差感。比如哑光加亮光，温润加肥亮，柔和加温润。转换成面料语言就是羊绒加皮革，羊绒加羊毛加皮革，针织加真丝，都能营造出反差感。比如我在天猫上看到的智织，就是典型的善于玩材质反差的品牌。针织加真丝加皮革，棉麻加真丝，棉加皮革，哪怕加入一些人工面料也不会露怯。再具体一些，我们日常可以怎样利用材质来反差呢？比如尽量在全身中加入一些偏亮光的材质，像真丝啊、真皮、金属、珠宝都可以。买不起大的就小小一点，也会有奇效。比如美剧《继承》中大女儿的经典搭配，一身羊绒高领衫搭配各种精致的金属配饰，
羊绒光泽和金属光泽的反差产生视觉上的微妙碰撞，小小一点，精致感就起来了。再比如现在很多大牌都用的高级神器，一条高品质、油光锃亮的细皮带，可以让任何羊绒大衣、外套、西装高级起来。男装也是一样，用同色系的不同材质混搭，立马高级感就起来了。2. 色彩反差。一说到高级感，大家就会想到黑白、灰、米、驮蓝，是不是？即便在这么相似的色调中，也可以创造出反差。比如，光是黑白反差就有无数种反差方式：黑上衣加白裤子，白上衣加黑裙子，黑外套加白内搭，或者再细腻一点，黑外套加白内衬，白上衣加黑扣子，都能营造出精致感。还有时尚杂志中常说的 tone on tone， 也就是同一色系中深浅不同的颜色反差，也能带来高级感。还有一个神奇的颜色，能和任何中性色带来反差——金色。用一点金色就能打亮所有的中性色，请叫它万能金。但最好小面积使用或者镶边使用。除此之外，还有版型上的反差，比如一件肩部 oversize 的款式，在袖口和腰部收紧，就会有一种时髦中带克制的高级感。另外还有场合上的反差，你可以把日装、晚装、休闲、正式完全打破，然后就会产生一种混搭后耳目一新的高级感。比如美剧《继承》中，我最喜欢的一套装扮是大女儿Siobhan在参加晚宴前特别随意的穿了一件白色纯棉 T 恤，但是镶钻发饰已经戴上了，立马就有了一种华丽加休闲的高级感，因为它打破了一切价格和场合的惯常搭配。时尚感正是来自于这种打破套路搭配的新鲜感。套路往往意味着老气和无聊，但打破套路又是最不容易的，因为那需要审美底蕴和眼界。这个多看我的视频，慢慢提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穿出高级感的小 tips。1. 避免过多暴露，高级的暴露都是有比例的，露到哪是高级，露到哪是低俗，往往就在1厘米之间。如何暴露显高级是门艺术。2. 避免大 logo、破洞、廉价皮草，这些都会毁高级感。3. 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多注重硬件配饰，像皮带啊、眼镜、鞋、包，因为配饰非常能增加你全身的高级感，而且穿着频率也会比单件衣服要高。说到这儿，肯定有同学要掀桌了。说了这么多，不还是要买贵的吗？没有钱怎么穿出高级感啊？别急，有办法。天猫新风尚携手 B 站，为年轻消费者带来最新的10大新风尚。除了本片中提到的高级单品以外，既有像时尚大牌 Hugo Boss 这种男女通杀的100%纯棉运动裤，在高级黑中加一点恰到好处的色彩反差；也有像国产品牌智芝这样的短袖 T 恤，加一个心机的垫肩设计，版型反差立马提升高级感。你们跟着我学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做作业了。无论你手上有多少预算，穿出高级感是一门技术活，不拼叠，拼搭配功力。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时尚偶像，美国脱口秀女作家 Fran Lebowitz。作为标准的男装爱好者，几十年如一日的西装定制，加白衬衫，加 Levi's 牛仔裤，加牛仔靴，乍一看你都看不出她的性别。就靠这套装扮，她被各大权威杂志评选为最会穿衣的女性，最时髦的大脑，还被邀请参加各种时装秀。你是不是会想，她为什么就靠这一套装扮就能被这么多人公认为穿衣高级？而且这套装扮也太老派了吧，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全是西装革履的。如果你听过她的采访，你可能会明白她背后的思路是什么。Fran 说她40年前就这么穿了，她年轻的时候纽约街头每个人打扮的都很严肃很正式，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戴着头盔就出来了？你们是宇航员吗？她还说，我会把牛仔裤一直穿到死，反正我也快了。别人问她这么复古的眼镜哪里买的，她说这是古董眼镜，本来不是古董，因为跟着我久了，慢慢都成古董了。她还说 I do not believe in God, I believe in cashmere。 我不相信上帝，我只相信羊绒。而她生活中也很老派，她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不用打字机。为什么不用电子产品？她说，因为当你身边所有人都有时，你就不需要有了。所有人都会告诉我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虽然我并不想知道。正是因为她内在想法的老派，才有了她穿着的老派。她的穿衣风格是内在思想的自然流露，而高级感的本质正是来自于这种内在的自然流露。不信我们再回到开头梅根和戴安娜的例子，为什么梅根即便穿同款，高级感也很难匹敌戴安娜？要说穿搭本身，梅根的品味也不差，她和戴安娜之间并没有差出一个凯特王妃，但外媒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一边倒的说她东施效颦。在我看来，他俩更多的是内在的差异。戴安娜和梅根最大的不同是，她在用穿着尝试着和别人沟通，衣服是她的一种语言，表达着她想传达的信息。比如她去各国国事访问时，穿的都是向当地文化致敬的衣服；比如她去拜访沙特阿拉伯时，穿的是装饰有金色猎鹰的裙子，因为金色猎鹰是当地的吉祥物。她身边的人说，因为她性格腼腆，所以很多时候会刻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让自己看上去更热情，更有亲和力。她想要接触到陌生人的手，所以不喜欢戴手套，和病人握手时，她一定会摘下手套。
当年她在镜头下和艾滋病病人握手，就是为了消除大家对艾滋病接触传播的疑虑。她喜欢戴厚重的珠宝，因为她发现孩子们喜欢把玩。她去儿童医院慰问时从不戴帽子，因为抱孩子不方便。如果她去医院看望盲人，她一定会穿丝绒面料，因为摸上去会有触感，而且手感温暖。正是这些细节展现了一个人的内在，而不是他在聚光灯下说了什么。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人，感到怎样的情绪，就展现出怎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得和谐完整。戴安娜穿着中的高级感，也许就是来自于这种内外一致吧。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高级的时尚 UP 主，请把高级2个字打在弹幕上，鼓励一下我吧。好啦，看完这期你学废了吗？学废了，请一键3连鼓励一下自己；学会了，请一键3连鼓励一下天才之一。最后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天猫2021春夏新风尚，3月22日至3月26日等你来哦。